些从小陪我长大的东西。玉山气象观测站的一天，真的大家这么辛苦了。后面的图片全部都是剪纸，我真的从头到背如流，人生的不是很实用的技能。我小时候一直反复看的开膛手杰克。我小的时候，要是老师懒得上课的话，就会叫我去上台，就是随便编鬼故事给大家听，然后把同学吓得要死了。然后我里面很多的题材都是从里面来的。你怎么这么丑？大好快哦！不知道会不会飞耶？会的，儿子是胆子小。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小丹与专家，我是小丹，专家现在在美国短短出差回台湾，这个礼拜即将接近尾声。那现在呢，就是住在老家的最后一个晚上啦，好像才刚回来哈。现在呢，毕竟疫情真的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呢，以后想回来就可以回来。这是在老家呢，短短住了这几个晚上呢，我把我当年充满回忆的东西拿出来看一看。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在我们老家的和室房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从小陪我长大的东西。那就开始今天影片吧 ，Let's go！ 在我身后方这两个大大的和室柜呢，我们从头到大的回忆都在这里面。我觉得这里面数一数二最重要的就是汉声小百科啦。当年汉声公司出了这一套，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里面真的是非常图文并茂啊！里面涵盖的东西包含天文、地理、人体、保健、动物、植物，分成一年366天，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玉山气象观测站的一天。小时候真的就这样子看，然后就觉得清晨5点，天才刚亮，玉山北峰的室外温度低于0。原来我们这个真的大家这么辛苦，然后在玉山气象观测站上面，汉声小百科。那么小百科的弟弟叫做小百科，这个也是汉声系列出的童书的版本哦。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针对于幼稚园的小朋友吧。如果你也是从小在看社交百科，你都知道它们分为5大主题，叫做说唱猜作玩，这真的是兼具了培养小孩子的语文能力、音感以及实作能力，以及玩乐的能力。我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但是长大的时候再回来看呢，我真的觉得这好了不起哦！小小百科他们的美编好厉害哦，这一页只是在教踩影子游戏而已。没有什么内容，但是这一页上面所有的图示都是粘土都是粘土实作在摄影的。然后还有这个，我更翻一下，这个更厉害，在讲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只是一个灯冠雀楼但是后面的图片全部都是剪纸，都是纸雕。他们当年做这个童书做得这么厉害，现在回去看很了不起，非常非常了不起。这套小小百科也真的是在我从小长大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反复收看的书本，没有什么长进。再来就是中国童话啦，汉声出版社真的是了不起，我们从小的回忆都交给汉声出版社了。中国童话系列，然后一样呢是以农历年来区分，真的小朋友看这个学认字学得好快哦。它里面的美工也是非常非常强，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因为小时候的童书真的好厉害，当年就是把中国童话看得滚瓜烂熟，所以呢，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真的随便有人问我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我真的从头到背如流，把大家吓死了。人生的不是很实用的技能。再来要介绍也是从小影响我非常大的一本书，都不知道我爸妈哪来买到这个小矮人。他在欧洲国家有这个生物，他们智商非常非常非常高，哇！然后当然图画很精美嘛，然后里面这些图画很多文字还是出版社手写的。
因为它图画真的非常漂亮，就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这完全进入小矮人的世界，而且里面呢介绍了一些那种北欧神话妖怪之类的，小时候看的好害怕哦。最可怕的就是这个鼻涕怪。这边说现存仅有的一个鼻涕怪是在俄罗斯乌拉山以东的地方发现的，鼻涕怪可以活到2000岁，棒！小矮人这本书也真的是从小到大培养了我非常多的想象力。下一个要介绍的也是从小到大影响我非常深的，当年由读者文摘所出版的《银环收集》。这里面收集了各式各样的神奇的故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真的啦，我是觉得这些当年他们写出来啊，也没什么考证啦。只是这里面的编辑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我小时候一直反复看的这一篇就是那个开膛手杰克，1888年的伦敦东区，英国伦敦警察在跟踪一个很可疑的人，然后这张图现在也是在开膛手杰克的考察他们的经典。在各式各样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甚至改编电影上，都会看到这一张图。反正里面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典故啦、鬼故事啦，但是真的假的哈，就是看看好玩呐哈。天哪，这是1980年1月15号买的耶！吼吼吼吼吼，香港来的。怎么这么厉害啊？你们记得银环收集是哪来的吗？读者文摘啊。读者文摘以前是有一家出版社书店，是不是？对。然后马在前面签名盖章，谁签名？马。自己啊。对。1980年1月15号。我爸妈当年会买这个，真的好前卫哦。小孩子从小就看银环收集，真的可以帮助他从小到大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小的时候，要是老师懒得上课的话，就会叫我去上台，就是随便编鬼故事给大家听，然后把同学吓得要死了。然后我里面很多的题材都是从银环收集里面来的。再来就是我找到这一盒，我在这一箱里面发现了好多好神奇的东西。天哪，这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训练小朋友手脚协调的弹珠游戏，我刚刚玩了一下，玩到要遭遇了。你要用这个盗版的米奇跟米妮，慢慢的把弹珠推到上面，两边的左边跟右边的速度要一样。哦，哎呦喂！然后我觉得因为里面的弹簧有一点松掉了。来，再来是你们看。现年30-40岁的人才看过这种东西，这是小朋友的电动玩具。这种东西里面真的是文化宝盒呢。哦，这一款还算是高级了，都是任天堂的，就是很简单的方向键跟跳，这两个大的是任天堂的，这一个是万代的，都 Made in Japan 呢。哦。这就古早味童玩了哈。哦，这个是很花的。老祖宗的智慧吗？最后要介绍的就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一套呢是我爸妈当然为了培养小朋友科学能力所买的一套录音带以及音乐创作系统，《自然科学重要定律之歌》。里面有6卷录音带，然后这本歌词本呢，我要找一下。好的，总而言之呢，因为这一套真的是太厉害了。总而言之，这一套真是太屌，所以呢，我决定要为这一套的独立制作一集。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就好了。这一套一定要独立制作，而且要放配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呢，从小陪我们长大的东西，玩的跟看的哈。哦，嗨。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接下来我要去共享天伦之乐了。那么呢，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非常感谢的订阅、留言、分享。挑战记得加。都在讲什么？字幕了，你叫你自己还在录吗？拜拜，跟你拜拜。Twist 还是 Twister？ Hello， 我在这里，我是帅气的仙
Attention，这是九九跟你妈当年就是看懂吗？看不懂，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这个。我的小百科。对。